怎么了？看起来有点不高兴。没有啊，没事儿。是演讲不顺利，还是他们为难你了？没有，他们安排的挺好的，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。力不从心？什么意思啊？演讲的内容不都是你平时的科研成果吗？再说，这些你不用准备也是不会有闪失的。平时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你也不带讲义呀。可是现在，总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，每天奔波在各种路上，一点吐故纳新的时间都没有。表面上好像每次都是口若悬河，其实心里虚得很。你那是对自己要求太高，是太过追求完美的偏执。你就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，我都多久没备课了？现在一直是吃老本，想起这些，我心里就慌。尤其到了互动环节，我生怕哪个学生提出的问题我答不上来，把我晾在讲台上。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是没有备课也敢站在讲台上的？他们是他们，我做不到。不说这个了，我自己会调整的。今天是感谢你，不说这些扫兴的事儿。Cheers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你到了吗？到了。还没吃晚饭呢吧？没呢。那我等你吧，咱们一起在外面吃点儿再回家。那你再坚持一会儿吧。这路上堵，尤其高速这一段，你知道的。好，我等你啊。车吗？饿了吧？来，我怕你饿着，所以先把菜都点好了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快吃吧啊！叫了这么多菜啊！你先吃，我先喘口气儿。怎么，你不饿呀？不是，这平时这点儿你早就饿疯了。饿。快吃吧啊！哎，你没跟我爸妈吃饭？我记得你最不喜欢在外面吃饭，说不卫生嘛。你自己的妈你还不了解呀？只要我在家，她就两件事儿。第一呢，催我生孩子；第二，就使唤我做家务。她是不是觉得以前你在我家特委屈，所以现在终于逮着机会报复我了？怎么会呀？还一天到晚的这规矩那规矩的，她以前也没那么多规矩，是不是为了我专门去学的？看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妈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一阵儿一阵儿的。等她过了这阵新鲜劲儿，就没事了。你想，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跟爸妈没有真正住过2天，你就让她过过当婆婆的瘾，行吗？哎呀，那时候你还说买了房子可以改善生活质量，我看呀，你爸妈的生活质量是改善了，我还不如以前在小院住的好呢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等回头我好好补偿，行吗？算了，谁让我是你老婆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，赶紧吃吧，你看这鱼都凉了。来，动筷子呀。怎么样，味道还行吧？哎呀，累死了！来，给我。你这店还真不好找啊。累了吧？来，坐歇会儿。挺不错呀。是啊，真漂亮。你
你憧憬的美好新生活开始了吧？还行，美了吧？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再美美啊！那，你大姐夫特意从上海打电话来，让我给你个大红包。哟，别看我大姐夫那么俗，细节还挺讲究。怎么样？他在上海的工程还好吧？哎呀，还那样吧，整天忙忙叨叨的。不过人家说了，男人呢就是搬运工，要抱得了砖就抱不了我，抱得了我就抱不了砖。哎呀，别提他了。我看你气色挺好的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爱情的给养嘛。你们俩怎么样啊？我们俩挺好的，总算是从崎岖的小路上走到了刚刚能看到开阔的平原的地方。明白，不过你大姐我还得给你浇点冷水。你们这才是万里长征刚刚走来半步而已。管他半步一步呢，总算是走出去了。哎，希望我们的爱情能让我们一直走下去。不过这爱情啊，都是有寿命的，到最后还不都变成亲情了？那也未必啊，每个人的幸福时刻表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可以循环激发。那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呀？他是不是搬过来住了？没有。哎，我可得提醒你啊，这婚前试婚很有必要，它就像验货一样，先验货才能签单，不能签了单再验货，到时候一看货不行，完蛋。别说那么难听行不行？姐的话是不好听，不过道理是对的。你们还是应该在一起多磨合磨合。那也得看他的意思呀。哎，你们两个有没有那个？哎呀，姐，你说什么呢？都成年人了，你说我说什么呀？没有。真的？哎呦，这带不顺，可是更能忍啊！你别把人家说的跟动物一样，行吗？男人他还真就是动物。一个男的如果他不碰你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他肯定心里有点障碍，没准以前有个什么阴影呢。再有，他可能生理上有问题，那方面不行。第三点，可能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喜欢你。当然了，也会有第4种情况出现，那就是他真的是个好男人，想对你负责任，所以才会近乡情怯。哎呀，根本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这种事儿他根本就忍不了。怎么就忍不住？难道你就没有暗示过他？这事儿，我也不能太主动啊。这事儿是不能太主动，但也不能不主动啊。我也觉得奇怪，他每天只要一到时间就回家，那你留他呀？他总有理由啊。这事儿，我们俩实在没办法帮你，得看你自己。喂，怎么了？我有时间啊。哦，那好，拜拜。谁呀？好人。好人？哎，你们俩怎么又联系上了？你到底什么情况啊你？哎呀，没有，就是碰上了。这分手了还不能做朋友吗？这世界上男人和女人，他根本不存在纯正的友谊。我不同意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自己还要注意点分寸。男人有时候在这种事情上比女人更小心眼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没那么小气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。行。
啊，谢小诺跟这儿买的新房嘛，这小区不错呀，看着怎么也得3万1平。哎，你等会儿。谢小诺挺有钱的，你能不能闭嘴？你不在家吗？我不在家，你就可以做完饭走了是吗？没有。你那么喜欢做田螺姑娘？什么？田螺姑娘每天做完饭就回到缸里去了。我有那么美吗？什么呀？虫子似的。这米，这煲汤锅，这个煲汤最方便了，放进去20分钟就好，对你这种懒人来说非常适合。我怎么就懒了？行，今天我来做。你来做，行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好喝吗？还真行。我就说嘛，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这跟你关系不大，主要是这锅好。你不喝吗？我看着你喝。很理解，一般做饭的人看别人吃比自己吃还高兴。你打算这么一直看着我吗？我突然觉得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那你太好糊弄了，一锅粥就把你打发了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餐桌上有一个男人是一种安全。安全？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防止猎物被夺走。你是猎物还是粥是猎物？都是。我还是给你盛一把吧。你喝吧。不干嘛？从行为心理学上讲，如果面对面的坐着，情绪上会产生对立；如果肩并肩的挨着坐呢，情绪上会产生亲密。最近心理学方面的书很畅销。你今晚还走吗？今晚上啊，今晚上我想想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你每天晚上事情都很多吗？不是，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肩并肩的坐着，情绪上是会产生亲密。对不起。再不把我煲汤锅还给我，我就冲上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今天还是回去吧。啊，你也喝点粥，粥挺好喝的。哎呀，我这还有点事儿。戴谷顺，
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刚才那个手机那是闹钟，它提醒我要回去，看《动物世界》。我每天都要看《动物世界》，不看《动物世界》睡不着，这很多年的习惯了。你不喜欢我是吧？啊，不会，你想多了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不喜欢我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你生理有问题。我生理有问题。我姐说了，一个男人跟你保持距离，要么是不喜欢你，要么生理有问题，要么就是心理有障碍，曾经有阴影。你是哪一种？我哪一种都不是，我就是想回去看《动物世界》。这么说，《动物世界》比我有吸引力了？不是，但是我没有动物好看。不，你真的你比动物好。不是那个我不看了。你今天看也得看，不看也得看，滚！这真不这个《动物世界》没有那么重要。爱看就看。大丫丫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不就是一个煲汤锅吗？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那是我家的东西，你凭什么给一个外人啊？谢小诺不是外人。怎么不是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我是外人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丫丫，你跟他有深仇大恨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他呀？对，我就是讨厌，行不行？怎么着啊？可是爸爸喜欢，我喜欢谢小诺，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 ，OK？ 不 OK。又不是你反对我和方家的时候了，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每个人都有他的喜好，我就是不喜欢，我就是觉得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，我觉得你们不会幸福的。可是我现在感觉很幸福啊，那都是假象啊！怎么是假象呢？我觉得很真实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真实。比我妈都真实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现在还没怎么着呢，你就天天搬东西。那你们俩要是结婚了，那这家还不被你搬空了呀？丫丫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们俩在拍拖。我是男人，我应该有义务照顾她，明白吗？行，那你去照顾她呀，我们也不让你照顾呀。那我们各过各的好不好？以后谁也别管谁了，行不行？我明天就搬走。你搬哪儿去？你管我！我现在就搬。放下，拿东西。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你不用，你们留下，我搬。爸，丫丫，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？你说爸也同意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这咱们现在还住在爸的房子里头，你说你就不能替爸想一想吗？我现在是确实能体会爸现在的心情。你帮谁说话？你帮谁说？这么害怕的时候，你帮谁说话呀？哎，爸，去来一下，去来一下。谁呀？我来什么来呀？他不要我了，他不要我。哎，你别哭行不行啊？咱是，丫丫。哎呀。我说你真拿我这当娘家了啊？你说你跟这谢小诺，你们算什么呢？同族不同种，你这正当年等于守候寡一样啊！你这再说这也不是你风格啊！怎么叫做李佳慧啊？坐怀不乱，守身如玉，到底为啥呀你？那么多为什么？我这不是答应谢小诺他妈了吗？哎，你可别告诉我你真要听他妈的。这叫信守诺言。不是老大，你没病啊？怎么有病啊？他妈妈说的话，我觉得说的也有道理。那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担忧，就像我对亚亚，当时我不也担心她跟方家吗？你这信守承诺没错，不过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谢小诺会怎么想？他怎么想？你这叫不尊重人家，说白了就是不人道。怎么不人道？我这
对他负责任，怎么成不人道了呢？你要是真对他负责任，就应该做到别人看你，尽到你一个做男人的责任。尽到做男人的责任就是上床了，那叫肉欲。肉欲是人类兽性的表现。为什么就不能柏拉图一次呢？为什么就不能秉绝肉欲，让自己的爱情在精神上得到升华呢？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一些。你这啥玩意儿跟我整出柏拉图来了呢？人家是正经跟你过日子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什么柏拉图？柏拉图才不负责任呢。我怎么不负责任了？哎，别，我这跟你讨论呢啊，别跟我急眼。我没跟你急，我是要跟柏拉图急。妈，干啥呀？妈，那天你找戴谷顺呢，干嘛去了？嗨，我找他谈谈。谈什么呀？您就不能少操点心？我想少操心，你们这姐儿仨哪个让我少操心呢？是，您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行了吧？我就是觉得您这年纪该享福就享福吧，有些事儿啊该放手就放手。我想放啊，可是我放得下吗？您跟他谈什么？我就跟他谈，我说啊，没谈上这事儿啊，你不知道也罢，要不然呢，转脸你就大喇叭就都广播出去。哎呀妈，不会的，您就说说呗。你不传出去？我不会传出去，怎么会呢？你不许跟小诺说，绝对不会说的，我保证不说啊。说，我就跟他说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哎呀妈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一个老丈母娘，你说这些话你怎么说得出口啊？那怎么说不出口啊？该说的说就得说，免得他们犯错误。小诺吃亏。哎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吃亏谁不吃亏？那我也得跟他说，这种事儿没有名分，绝对不允许。哎呦，你说你这不是破坏人俩人的感情吗？谈感情就一定要有那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检验。行了。哎呀，您说的永远都对。不会跟小诺说？不会说的嘛，你放心吧啊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小诺，姐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不对。什么不对啊？有件事儿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你说。哪有那么多该不该说的？反正该说不该说你都会说。那我说了啊，那可是你让我说的，你逼我说的啊。对，我逼你说的，你说吧。妈去找戴谷顺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他跟戴谷顺说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让他劝我回家吗？哎呀，不只是这个，还有什么？什么？哎，你别说是我说的啊！不是，妈怎么能说这些呢？哎呀，妈不是关心你，怕你吃亏吗？那她也不能什么都管呀。妈在家吗？哎，别，你别冲动啊，小诺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不能。哎呀，坏了！妈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就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的事儿你能不能不管？我管什么了？我又管什么了？您干嘛要跟戴谷顺说那些话呀？您不知道我……
我很为难的。这有什么为难啊？我说的不对呀，我那是为你好。哎呀，小诺呀，你不知道，哎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那对爱情，那觉得是一种非常神圣的东西啊，那是一种诗意的浪漫，一种美好的憧憬。你比如说，我第一次邂逅，一看，哎呀，心中怦然一动，然后呢，我这眼神，哎，我就抛过去了，这是一种暗示，知道吗？然后第一次一拉着手，哎呦，这浑身，哎呀，跟触电一样。这种美好的感觉，我们希望它能够更长久一些。那像现在啊，你说现在这些孩子们，据统计，我国人流占7.2%，而且大部分7成是未婚先孕。这，哎呀，有些女孩子1次人流、2次人流，最后造成什么了？终身不孕，伤害了身体呀。这都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了这种女孩子自我保护意识的淡漠啊，这种贞操的淡漠，这种责任感的淡漠呀，孩子。我是妇联主任，我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家里人，我怎么能去教化大家呀？妈，你已经不是妇联主任了，我也不是17、18岁的小女孩了，我已经30多了，你以为我还是老处女吗？你说你都说些什么？我只是想说，现在已经不是谈性色变的年代了，我拥有的知识足可以保护我自己。所以妈，我希望你能不能不要用你爱的名义剥夺我选择的权利呢？好吗？我希望你别说那7.2。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现在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啊？还不是因为钱、性和脾气啊？这3者能否和谐统一，那是要靠试婚来检验出来的。所以说试婚哪儿不好了？姐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小诺，你也要理解妈。妈那代人呢，他们追求的是那种柏拉图式的恋爱，想要的是初恋般的感觉。哎呦，我的傻妹妹哟，初恋般的感觉能当饭吃啊？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社会大众从小受的都是实用主义教育。是，你倒是柏拉图了，你就不怕他跟别的女人去图拉伯去？可是不是也有句话说，男人是追求的动物吗？得不到的那才是最好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保持爱情的新鲜感，就不能让老戴太轻易的就得到。可是刻意保持的新鲜，那不是新鲜，那是木乃伊。凡事不强求，自然的来，自然的去，这才是事情最好的状态。可是小诺，对于老一代的人来说，那不是个道德问题，那是信仰的问题。他们相信爱情的纯粹，无关物欲和情欲，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才是爱情保鲜的关键，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。你们多久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？哎呀，怦然心动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想当年你大姐我，那纯情指数至少4个加号。刘毅在天台底下随便唱首歌，那就把我感动的眼泪稀里哗啦的。哎呀，现在你就是拿一个大钻戒摆在我的面前，那也就是高兴一会儿，再想心动，可能了。一转眼的功夫，我们姐3个都已经年过30了。单纯的年代再也回不来了，这难道是我妈错了？可能妈说的也有道理。
这注定是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我为你准备了红酒、蜡烛、鲜花和音乐。首先，我想跟你说，我错了。之前我不够尊重你，不人道。我觉得肉体是本我，精神是超我，还有一个遵循现实意义的，那就是自我。我觉得灵和肉不能对立，他们应该和谐。所以，为了我以前的行为，我要先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。别这么说，我今天回家跟我妈谈过了，我都知道了。跟你妈谈过了，你知道了？还是把灯关了。谢谢你尊重我，一直信守诺言。其实我妈说的那些话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。我想，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。明白。那好吧，饭都给你做好了啊。请用餐。来吃饭吧。那那我还是回去了。哎，在我还没有考虑好之前，你能留下陪我吗？留下来陪你。柏拉图式的。嗯。好吧。你能睡着吗？能。我也能。你说柏拉图长什么样？会不会是一个大胡子？有可能吧。你干嘛关心这个？我就是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个？发明什么？这种活法，这种做法。浪漫。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很浪漫？你不觉得很热吗？心静自然凉。我突然觉得你的卧室里应该放一个电视。你是觉得看完《动物世界》你会睡得快点是吗？没错，我是有点睡不着。睡吧，睡不着就数羊。数羊不科学，中国人应该说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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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。你不觉得很饿吗？要不然去煮点水饺吃吧。算了，还是睡觉吧。晚安。拜拜。
睡得好吗？哎呦，谈不上好。哎呦，到床上再睡一会儿吧，我去给你做早餐。还是我去吧。不用，今天我做。哥们儿扛过来了。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，在找着呢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我今天找你，就是为了这事儿。怎么，好老板要给我安排工作？安排工作谈不上，我哪有这本事啊？是我有一朋友，他有一个公司，最近在招人，我觉得职位挺适合你的，机会也不错。我资历是不行，你可以去试试。什么公司？外企，听说他们在欧美都有分公司的，机会很好。这是他们的名片，你直接去找他们就行。这家公司我知道。不错吧？谢谢你。嗨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咱们不管以前怎么样，也算是老朋友吧。再过多少年，咱这就叫亲人。哎，听说你搬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也不知道谁天天在这个朋友圈里嘚瑟。对，本来房子是下来了，不过楼上漏水，把家里全都淹了。漏水？房子质量也太差了呀！你给物业打电话呀？打了，已经解决完了。你们没住在一起啊？这属于个人隐私。我是认为吧，你们感情挺稳定的，应该住在一起，这样才能发现一些问题，两个人就要磨合嘛。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啊。哎，对了，他玩具做得怎么样？他新开了一家公司，跟别人合作的，像做海外市场吧。那不错啊。跟谁合作？叫兰菲尔。哦。你没参与过？我就算了吧，各干各的，互不干涉。我现在也是折腾够了，也想好好忙忙自己的事业，等事业有些成绩，找个老婆结婚得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从英国回来以后，有点洗尽铅华的意思呢？洗尽铅华，谈不上洗心革面、重新做人吧。那，你跟那个……哦，我们没什么联系。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以前自己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。啊，西西呢，是个好女孩，其实我也挺对不起她的。看到你改变，挺为你高兴的。看到你不这么讨厌我，我也挺高兴的。尤其我们现在还能坐在一起聊天。我以前很讨厌你吗？其实，我觉得感情的事儿是说不清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回过头来再看一看，都是宝贵的经历。同意，完全同意。来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友谊吧。干杯！干杯！祝贺你凯旋归来。
老师，我刚接到导演电话，说你下期节目不录了。我给你打手机也关机，赶到你父母家，他们说你在这儿，所以今天我就做不速之客了。对不起。里边坐吧。我猜你会专门来找我的，但我真不打算再抛头露面了。我这点学问，几斤几两，我自己很清楚。说实在的，还不及我岳父的1%呢。而且，我也真不习惯那种生活，到处奔波，签售，我觉得很累。可是你的大好前程才刚刚开始啊！不，我的前程是在书斋里，是在我妻子的身边。宁信，今天当着你师母的面，我把话都说清楚。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但是很遗憾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其实我只是一个老实的书生，在我心里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将来，都只有谢小米一个人。我爱他的清淡，他给我的是安静的生活，这也是我最需要的生活。国庆，你说这些干嘛？师母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说这些呢，多伤他的心啊！他伤心了就长大了，他会有他自己的幸福的。我不想离婚。结婚前咱们就说过，要么不结，要结就一辈子。你想离婚也离不了，我把结婚证藏了。记得第一次你爸爸带我去你们家吃饭，所有人都嘻嘻哈哈的，只有你安安静静。又洗菜，又端饭，最后还刷碗。当时我就想，这辈子如果我能娶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是啊，把我当老妈子。不，小米，你知道我这人嘴笨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国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就算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，我也不恨你。你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，
需要找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。我就需要你。妈说的对，人是需要反思的。可我一反思，我的眼前全是你的影子。在天世上能活多久啊？事业再大又有什么用啊？我想要的是我回家，我老婆在家等着我，这种幸福才最长久。可惜我也不能生孩子，就算退1万步，你只想要个贤妻良母，我也做不到。我不在乎，不管什么，我只要你，小米，你是我的，我不许你离开。谢老师，您找汪老师，他去系主任那儿了。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后天是他爸爸过生日，本来想跟他商量一下买什么礼物的。他要是不在就算了，回头再说吧。哦，后天是汪爸爸的生日啊。宁馨，谢谢你帮助汪老师。不过他的书桌是不随便让别人动的，平时我都不敢乱动，他会不高兴的。是吗？我可是经常帮汪老师整理书桌的，我是他的助理嘛。哦，对了，谢老师，一直想跟您单独谈一下，不知道您现在是否方便？你说，我猜您最近跟汪老师的关系不太好吧？谢老师，恕我直言，像汪老师这样大师级的人物，您是否真正的关心过他？您好好的照顾过他吗？您了解他的内心吗？您关心过他的学术吗？您知道他在想什么吗？那你了解他吗？可以这样说吧，这段时间在工作方面，我比您更接近他，更了解他的内心世界。像汪老师这样有内涵的人，需要的是琴瑟和鸣，才能岁月静好。谢谢你关心我们，我们挺好的。好不好是很难自己判定的。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，但是很少有人自己意识到这些，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书桌还是不动为好。天儿也不早了，怎么还没来呀？别着急。哎，来了。呀，妈，庆，我回来了，着急了吧？哎，谢小米呢？怎么没跟你后边啊？小米啊，突然肚子疼，啊，所以我就让她在家里歇着，没过来。嘿呦，这孩子没有生，这身体倒弄成这样了，现在可好，又整个胃病。没听说有什么胃病，是不是想不通不想来啊？爸，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妈，你们都别多想，我来了不也一样吗？再说咱们仨人吃饭不也挺好吗？来来来，我先敬我爸。爸，祝您寿比南山。国庆，你就别装了，我知道他肯定是在生我的气。妈，不会的，你真的想多了。小米怎么会生您的气呢？国庆啊，你就别想了，
他这么大年纪又不能生，害得你到现在也没有生机当爸爸，我们也没有当奶奶。他心里头啊肯定有想法，这要是在过去呀，你们男人可以休妻的。妈，这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今天是高兴的日子，咱们就不说这个了。来，咱们祝你爸生日快乐。爸，我祝您那个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老头子，我也祝你早日抱上孙子。来。哎，这个点儿谁还会来啊？肯定是小米，我就知道他会来的。啊，汪老师，宁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汪爸爸祝寿的。哎呦，宁馨来了，来，进来。汪妈妈好。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临时才知道是汪爸爸的生日，没准备什么。这个蛋糕是送给汪爸爸的，低糖低脂，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谢谢。国香，接着。这个套装是送给您的，你以后啊天天用就能像现在一样永葆美丽。哎呦，我哪有美丽呀？你来就来呗，还给我送东西，太客气了你。这个化妆品套装啊是别人送给我妈妈的，她也不用。我看您平时对自己要求也高，打扮的又精致，所以啊就给您带来了。哎呦，那谢谢你了。哎，还没吃饭吧？来，坐着一块儿吃啊。正好我也饿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快坐。来，快坐。来。谢谢王妈妈。哎，国静啊，盛饭呢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对了，王老师，谢老师怎么不在呀？他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就没来。我敬二老一杯吧，祝二老身体健康，福星高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来吃菜，来。我就知道你没走。姐夫不是来接你了吗？干嘛不去啊？我懒得去。他爸过生日，你不去合适吗？我呀，只要没给他们生个孩子，我做什么婆婆都不会满意的。不过我也挺理解她的，要是换个儿媳，我婆婆早就当奶奶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宁馨又找你谈话了？别因为她影响你自己的心情。那倒没有。不过，我觉得她天天跟国庆在一起，也挺合适的。你看，龙应台的书上说，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情感，就是一条长满了理解、温暖、友谊等许多植物的大道。可一旦出现了浪漫的玫瑰色，这条大道就像通往陷阱。这陷阱的名字就叫婚外恋。行了你，别在这胡乱忧郁了。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想跟他过还是不想跟他过？有那么复杂吗？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又扯出婆婆，又扯出孩子，人家那么多丁克家族没有孩子也过得好好的。婚外恋，这婚外恋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你说的简单，你又没结婚，你怎么会懂呢？我不是嫁给国庆一个人，我是嫁给了他们一家子。你这说的不也挺明白吗？我也不想劝你了。你要是想跟他过呢，你就去，还来得及；你要是不想跟他过，那就不去。你自己决定。汪妈妈，您看，是这样吗？一下，再一上的。对，哎呦，你可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现在这年头啊，像你这么织毛衣的人呐，不多了。谁说的？谢老师肯定就给汪老师织过毛衣。他才不会做这些个呢，他都是到外面去买。宁馨呐，你看，
我织的这种贴身的小圆领毛衣，是给国庆预备的，外边是买不到的。哎，汪妈妈，您看这个肩是不是小了一点啊？哦，汪老师虽然看着瘦，但是肩还是挺魁梧的呢。汪老师，您过来，我给您比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比一下吧。我去开门。小米，你好久没来，快进来快进来。爸啊，小米，给你来祝生日来了。哎呀，爸妈，谢老师好啊，宁心也在啊。爸，这是我给您买的茶具，不知道您喜不喜欢？祝您健康长寿。一看就花了不少钱，你钱多烧的你啊！哎，国庆，赶快切点蛋糕，宁心送的蛋糕吃点啊！啊，不用了，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不吃了。蛋糕很好看。我给你倒点水。不用了，我今天就是来看看爸妈的，回去晚了怕没有公车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这怎么一来就走啊？你这样，今天晚上住这儿啊？我没带衣服，明天上班怕不太方便，改天我再来看你们。我走了。小米，今天晚上别走了，明天咱们打车去上班。动不动就打车，你发财了。国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国庆啊，哎，你不能去追谢小米，你追了她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你已经把她惯坏了，在家里说话呀都没有地位。妈，你就别跟他添乱了，他肯定误会我。嘿，国庆，国庆，你给我回来！小米。谢小米，小米，喂，妈，没找着呢。这怎么是宠着他呢？这么晚了找不着人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啊，等我回家再说吧。好，小米。小米，让你别去追吧，你非要去。这下可好，宁心也走了。国庆啊，你也别难过了。我看呐，没追上倒好，追上啊倒麻烦。妈有句话想劝劝你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我看呐，宁心这孩子是真不错，你看他长得也好。您什么意思？您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，当年谢家人怎么对我的，没有他们帮我，我现在在哪儿喝西北风都不一定的。就说这套房子吧，也是小米劝我想办法给你们买的。你们现在倒是住进来了，可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做人不能这样吧？那我也是随便说说呀。这种想法就不应该有。妈还告诉你，像小米这样的人，那是几代人才能培养出来的一个大家闺秀。我王国庆能娶到她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，在我心里没人可以跟她比。我出去了。今晚不回来了。小米，你刚才误会了，我是来跟你解释的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你别犯傻了好不好？不管是误会还是没有，我都想好了。你现在前途一片光明，我不应该再拖累你。你还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。小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啊？我去寻找我的幸福。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跟你在一起。不是因为你没试过跟别人在一起。也许将来有一天，你会感谢我的。签字吧。小米，小米，别这样好吗？啊，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人，你应该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。你真的要跟我分开吗？你真的要跟我分开吗？这件事我也想了很久。我知道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要分开还真会不习惯。